大家好，这里是宋说新语。昨天又给大家录了一期关于韩国科学家的史文超导的进展，以及各国科学家试图推翻或者验证他结论的这么个视频。实际上我自己还在持续不断的找资料除了问 AI 之外我也找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韩文的维基网上维基百科的网站，叫 nam.wiki 但这点 wiki 呢就是维基百科类的域名这个纳木维基它是一个服务器设在巴拉圭的这么一个网络百科全书创立于2015年的4月17号。它使用的这个引擎不是那种开源的，而是独立开发的 The Seeds 引擎它的这个也是采用这个这种所谓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相同方式共享的这个韩国的这个许可方式进行许可。它包括100多个专题，涉及各个领域，包括游戏、交通、军事、体育、历史、教育那么可以说是目前韩文类的内容最全的百科全书它高于在韩国本土的一些维基百科网站也包括这个现在的维基百科。那这个里边的东西呢就比较详细了，我完整的给介绍一下这个 LK99它的前世今生它这里面呢非常详细。它从1993年开始说起就是1993年高丽大学的崔东植教授提出了 ISB 就是原子间超导论这么一个理论那这个理论和现有的主流理论呢相去甚远人们呢开始用一些材料来证明它这个理论这应该呢就是这个崔东植教授就是昨天我们说的20多年前老师的夙愿那个老师，就是这位崔教授崔东植。那到了1999年在高丽大学这个叫 Dong-Sik Cho 教授的实验室里那么兼职教授呢 Supa Lee 我韩文读的不太准就是韩文的拼音就是这个李石培和他的研究生 Jihong Kim 他们制成了一个新物质 LK99 但是呢当时的这个制造工艺和原理不是很确定所以大家知道 LK99 是怎么来的吗？就是这位兼职教授李石培，他的姓的李 L， 他研究生 Jihong Kim 这个金这个第一个字母金，那么发现的时间是99年，这就是 LK99 的由来。那时间又到了2008年，李石培就成立了量子能源研究中心，并且试图恢复这个 LK99 的这个研究。那到了2017年的5月7号崔教授就是前面呢他们的恩师崔东培高丽大学的教授去世了那么前面不是说他成立了一个量子能源研究中心吗？据说这笔资金就是这位崔教授帮助筹集的。当时呢崔教授建议继续研究，但是呢创造出完美的理论之前呢不想被世界看到，于是呢他们就是说像纠集了一些人给他纠结了，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包括会计师齐世雄那么还有个叫李炳奎尹尚旭方在圭金庆哲这些人呢在韩国也参与了融资。然后高丽大学的融合研究生院和 KIST 的这个教授呢就是和 LG 相关的一个企业也采取了这个联合研究。那么刚才说的那个李石培他是首席执行官那么Kwang Yoo-wan 是 CTO那个 Kim Jin-hong 就 LK99 那个 K 金先生是研究总监这是他们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这个学转这什么学企研的一个学研企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吧？从学校到研究到企业这么个过程。到了2019年6月1号到2022年2月29号就获得了韩国国家研究财团的赞助那韩国教育部呢也建立科学学术研究基金项目呢给予了他们支持这有任务标志号的是134530085包括详细的任务档案都有这个项目名称呢当时叫低磁场区域微波吸收研究用于新型超导材料的开发，实施机构呢就是高丽大学。那时间又到了2020年疫情期间对不起在7月22号他们提交了含超导体的低电阻陶瓷复合材料的专利申请这是在2021年12月28号他们就提交了第一个专利申请
那到了7月24号，又申请了含超导体及其复合材料的低电阻陶瓷复合材料的制造方法专利，而这个制造过程呢 ，Nature 就是自然呢是拒绝发表的，因为在这之前啊，关于室温超导的理论啊有很多造假，那当然了，他们依然把这个注册专利啊，这个专利啊，就刚才说的那个专利制造专利，在2022年5月27号注册下来了，到了2021年8月25号啊，他们又申请了常温超导陶瓷复合材料及其制造方法的专利，这个专利啊，就是3月26号申请的那个专利已经通过了啊。那么到了2023年，就今年的2月23号，刚才说的他们那个机构啊，叫量子能源研究所，开通了 YouTube 频道啊，并在2月27号上传了上述视频。然而呢，他们这个视频啊，只有知道链接的人才能访问它，因此啊，我们可以假设呢，它是4月份这个期刊啊是同时发布的。就像这个视频标志里边所示啊，这并不是为了看到麦斯纳效应啊，这个麦斯纳效应呢，就是一般通过这个在一块磁铁上漂浮一个材料，证明它的一部分超导性，而只是证明这种材料具有弱磁性。由于呢，只有当它是超导体的时候，它不可能有磁性，因此呢，就是单从那个图像或者视频，就前2天给大家放的那个漂浮的，还不能确认 LK99啊，它就是超导体。那在2023年的3月31号啊，量子能源研究所啊，向这个 Korea Journal of Crystal Growth 提交了题为常温常压超导体 LK99 开发研究的论文。经过评审之后呢，在4月30号发表。这当时呢，其实国内有很多的 YouTuber 啊，有一些自媒体博主也评论过，包括著名的我们李老师啊，李永乐老师。论文的第一作者呢，就是量子能源研究所的这个李世培啊，包括后面我们说的这个金先生，还有Song Yong Lim 啊，苏明安，还有这个永万，可以说有7、8个这么挂名的啊，这篇论文是5个人署名啊。现在呢，时间就到了现在啊，就是7月22号，韩国时间7月22号的下午14点51啊，一篇题为The First Room Temperature Ambient Pressure Superconductor 的论文呢上传到 Archive， 作者就是这个量子能源研究中心的李教授和这位金教授，以及高丽大学的研究教授Yong Wan Kong。说到这儿啊，跟大家说一下这个 archive 的念法，这个 ARXIV 这个里边呢，可能很多朋友做研究的都知道这个对于我们这个老百姓来说呢，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呢？为什么都上传它呢？这个 archive 其实就是我们说那个英文单词 archive 的这个缩写archive 的缩写，所以呢，我们都念着 archive， 它就是一个档案馆的意思，它是一个免费的在线论文的这么一个服务器。它收集了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数百万篇科学论文，我们一般来说呢，就是预印版的论文发上去，没有经过同行评议的。它是美国物理学家保罗·金斯巴格呢，在1991年创立的。当时呢，这个金斯巴格呢，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工作嘛，他发现物理学家们经常通过电子邮件来相互讨论论文。1991年哦。但是没有一个集中存储库来存放这些论文，所以呢，金斯巴格就创建了 Archive 做一个免费的在线论文档案馆。1991年哦，当时啊，他只收物理学论文，后来呢，就扩展到了数学、计算机科学、生物学和经济学。目前 Archive 已经收录了数百万篇论文，是世界上最大的科学论文档案馆之一。可以说，它对科学研究产生深远影响的。因为科学家很容易分享他们正在进行的或者只是眼前有成果的工作，但这里边呢，因为没有经过同行的验证，很多的也有假的。但是可以说，近几十年来，很多重大的发现也是首先在 Archive 上发表的，包括一些数学的这个研究这是说到这儿了，就是说，他们在7月22号呢就上传了 Archive 那么这个成果就发表了。那么在2023年。这个7月22号晚上7点11，Archive 又添加了这个超导体磷铜氧这个室温超导的这么一个机制的一个论文。所以呢，这就是到截止目前为止 LK99 完整的这么一个研发过程的一个一个百科的这么一个描述可以说呢
这不是一个一下子从石头里蹦出来的论文，确实有接近20年的研究，但是我们知道很多时候科研成果并不和时间成正比这就是一个很残酷的现象。有时候这个世道它会负苦心人的，不是说不负苦心人。我们昨天讲过前天讲的那个手撕胶带纸发现石墨烯那个过程，是吧？你像这位韩国的这几位科学家，有的是从研究生时代就参与了这个论文研究一直到有一定成果之后呢，自然拒绝发表一直到现在呢，在预印版发出，并且呢，他既然敢发出他自己也夸下了海口，说这是一个进入新纪元的论文。大家知道在韩国和日本可以说他们这些科研人员也好这些就是说有一定身份的人他们对于自己名誉的这种重视是有点继承了我们中国古代明清宋宋明时代的那些唐宋明那些传统，他们还是比较重视名誉的，不像中国大陆现在一切的一切老师、教授、专家都已经成了贬义词这么说法。那么我们之前讲过黄奕希的故事，他在干细胞研究中造假并且洗钱，最终被怎么样了？身败名裂，对吧？那现在如果是这么一个公开的几十年的造假，刻意的造假被人戳穿，那他说不好听的不一定会切腹自杀，他真的是自绝于韩国人民了。但是如果说他就是他的理论研究就是笨他就是看不到自己的短板一意孤行往前走，那这个也难说。那现在呢，我们中文媒体也好，还是英文媒体报道也好，你看都可以出现一个词儿，声称claim 都是说他们声称他们发现了这个研究。而这个研究呢，可以说目前来说呢，争议确实还比较大。现在呢，大家很多科学家实验室已经基于他的研究做出了这个材料，但是他的超导性还不能被验证我们前面讲过这个磁性的这个说法，是吧？实际上这个超导里边有很多的一些和我们中学的这个物理化学知识相关的比如说就是磁性我们说现在很多朋友可能都上过大学甚至研究生，但是呢一旦参加工作之后原来这些专业的内容全部都交给老师了很多人其实基于生活的重压也不再关心这些事儿，他拥有的这个常识可能比普通人略微高一点。我们说普通人呢，就是没有经受过高中教育的这些人，略微高一点而已。是真正的底子，其实还是你高中学的那点东西。真的，我们不是昨天说过了，绝对零度，很多人可能一口说不出来。比如说磁性是怎么回事，很多人可能一下也说不出来。磁铁小时候玩的比较多，啪啪啪来回吸，是吧？这个磁性呢，就是有吸引或者排斥其他磁性物质的这么一个特性，它是由于原子中的电子引起的。因为电子具有自旋吧，是吧？这是一种内在的属性，类似于呢物体的这个旋转。所以电子的自旋可以是正的，也可以是负的。如果两个电子的自旋相反，那它们就相互吸引；如果两个电子的自旋相同，它们就会相互排斥。那么物质的磁性呢，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个是顺磁性，一个是铁磁性。顺磁性呢，就是在外部磁场中容易被磁化。但是你把这个外部磁场拿掉，把磁铁拿掉之后，它们就会失去磁性，这叫顺磁性。铁磁性呢，就是在外部磁场中呢会被磁化，但是在外部磁场去除之后呢，它们依然会保持磁性，是吧？所以这个铁磁性物质其实我们用的比较多是很常见的磁性物质，包括铁、镍和钴，是吧？这些物质的磁性呢，它是由于原子中的这个电子自旋，我们说过引起的。所以电子自旋的相互作用会导致呢原子产生一个微小的磁场，而这些微小的磁场在铁磁性物质中呢相互排列就形成了一个整体的磁场。所以磁性呢，可以说如果我们的生活中现在离开了磁性，就是我眼前的这些设备，手机电脑显示器音箱包括吉他很多可能就没法工作了，对吧？那这个超导体的抗磁性，我们终于讲到超导体了。我们不讲磁性的话呢，我没法讲这抗磁性。它就是指超导体在超导态的这个状态时候呢，对外部磁场不具有磁性，就是抗磁性。当一个超导体被冷却到超导态时，那当然这还是一个过去的时态我们说过去超导都需要冷却到低温嘛，冷却到一个超导态的时候呢，它的电子呢就会形成一个超导对儿。这个超导对儿呢是两个电子以特定的方式相互作用形成的这么一个数态那么超导呢，它就具有了零电阻和零磁距
因此呢，当一个超导体被置于一个外部磁场的时候呢，超导会对，就是说产生一个与外部磁场相反的这么一个磁场，以抵消外部磁场。这样呢，超导体内部就没有磁场，就具有了抗磁性。刚才我们说这个抗磁性，它就是超导材料的超导现象的一个重要特征，它可以呢，用来解释超导体为什么没有电阻，为什么可以悬浮在磁场中就是这些现象。所以超导体的抗磁性呢，就是应用前景是非常广泛的。最典型的就是我们讲的磁悬浮列车，是吧？超导电机、超导核磁共振仪。所以现在呢，就是说，这种零磁矩的物质常温下的这么一个东西，被韩国科学家自声称，我们现在还只能说 claim 开发出来了那当然了，这个我们说他们不是也有自己的 YouTube 频道吧？实际上他们也有自己的 LinkedIn 的频道、领英频道。上传了论文之后，在7月22号，他们就在领英网站上，就是第二发明人那位金先生 Kim Jin-hong， 他就写下了他发现的过程。他说我热爱物理学和物理学家，但我不同意他们研究超导体的方式。那我混合了实验材料，我加热它们。当我没有看到超导特性时停止，当我看到了超导特性时继续。这是一个非常繁琐的过程，我经历了20年1000次实验，这就是整个过程。这是他发表了这个 Archive 预阅版论文之后，自己对自己的自我解释、自我解读或者是就这么个故事。那么后续的研究大家知道了，在7月8号下午3点在高丽大学举办的第11届金属多层膜国际研讨会上呢，这个发表了这个东西的演讲并且带来了真实的样品以及他们声称的麦斯纳效应的视频，就漂浮的那个东西的视频。那这个后边还当然是有争议的在下午6点左右呢，这个李世培他接受这个采访时说他说杨万空教授呢未经其他作者许可擅自将其发布在 Archive 的这个情况呢，这个在现场公布那么他的做法呢和我们无关，他已经辞去了这个量子能源研究所董事的职务，这就是这个过程。那么现在呢，其实剩下的就都是质疑了。你像科学杂志的这个药物化学专栏作者叫德里克洛Derek Law， 他表示呢，他说众所周知到目前为止这些说法在审查下都已站不住脚他指的过去的包括美国的一些常温超导研究的室温超导研究的研究。事实上在早些时候他还采访过罗切斯特就那个超导研究小组，他被指控为操纵数据就是说在过去很多这样的室温超导试验都被认为是错误的研发或者操纵数据或者造假。那么新科学家记者呢叫卡梅拉卡拉汉也表示如果他们的说法通过科学验证是正确的，那将这是一个真正了不起的研究成果。所以他们举证的任务就特别重。如果呢其他团队未能复现，那么你就没法证实你就是错误的，是吧？当然还有更激烈的这个说法，是吧？比如说像英国的牛津大学的这个材料学家叫苏珊娜·斯佩勒，他说为了证明超导性我们需要通过各种测量方法来证实它，但是这项研究中它缺乏说服力，尤其是在磁场和热容量数字方面没有得到证实另外包括韩国的科学家也说叫中北国立大学的物理学家康彬旺，他说呢，在其他研究人员重现这个结果之前很难得出结论。韩国内部的科学家其实很多是忧心忡忡的包括这个成均馆大学的材料科学和工程系教授叫袁炳墨，他说呢，整篇论文缺乏完整性，我对研究的真实性感到担忧。我想知道为什么世界上这第一个这么的就是说这个得到这么多宣传的一个论文它的这个表达和这个就是说透露的内容这么有限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呢看起来呢是有点通过专业人士解读这个论文，这个论文是有点羞羞答答，但这方面当然是有原因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论文确实有问题，他想遮掩一些不让别人知道的东西。第二个呢，
他确实成功了，但是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的核心的秘密。虽然他申请了专利，当然我们知道知识产权啊，在这个星球上是很难得到保护的。所以现在呢，就是很多的这个科学家都在开始接受，包括中国的，也包括美国的。像美国洛杉矶航空航天公司叫 VADA 的机器人工程师 Andrew McCabe 宣布呢，他说由于制造过程很简单，他要进行研究。那科学杂志也引用了这个另外一位专家的话，叫 Andrew Cho 这可能也是个韩国人。他说呢，这很业余，而且数据的呈现方式也很可疑，也很糟糕。到现在为止美国的阿拉贡国家实验室呢，正在非常认真地对待它，并试图重现它。我们将在1周左右知道。当然，也有表示赞赏的，像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香槟分校凝聚态物理学家纳迪亚·梅森教授说呢，我很欣赏作者提供一些草率但中肯的数据，并且清楚地展示了制造技术。说明什么呢？在明白人的眼里边，这个东西你只要一讲一捅，这个窗户纸就透了说明你还是透露出来一些东西，是吧？当然，这个美国国家加速实验室的凝聚态物理学家 Jennifer Flowley 表示呢，他说并不像公众所说的那么容易制造，就是说容不容易你要看在谁的手里边，是吧？你想手搓原子豆呢，你是在网络小说里边还是在现实里边，对吧？所以现在这个评论随着揭开谜底的时间越来越靠近，评论是越来越激烈。马里兰大学的这个凝聚态物理中心的官方发推称就在7月29号凌晨就刚刚几个小时前，他们说在过去24小时室温超导体真实存在的可能性非常低，但看起来很有可能是一些物理现象，并且仍然不太可能是假的。就是说虽然不一定是室温超导，但是呢可能会发现一些别的东西。那在1个小时之后，就今天早上就是在美国时间的凌晨2点在Twitch上直播生产过程的安德鲁麦卡利普宣布呢，由于来自波兰的铜发货延迟，实验被延迟了。他们实验呢在当天恢复了那这个话题在中国的知乎上，在Reddit 上，在英文维基百科上，在很多的这种公开的网站论坛上都引起了特别大的流量这个在7月27号呢，法文的维基百科也发表了 LK99 的文章。这是过去的这个情况。那当然有很多的这个非常贬低的他们的说法因为就是因为2023年初，今年年初，美国那个罗切斯特大学的那位戴斯教授，他的超导论文因为涉嫌数据操纵，让人们呢对于常温超导就形成了一个可以说戴眼镜的看法，谁让你是作假的，对吧？那么在 Archive 上这种跳过同行评议发表的论文呢，他的研究成果确实一直是存在争议那现在这个和当年这个黄玉溪论文造假案和这个所谓这个能细胞研究论文造假案这个劣质的论文发表情况不同的，人家这个确实是还是比较认真的那么这里边有争议的呢，包括什么呢？开创人类新纪元、史无前例的这种，你说是夸大也好，还有没有验证的时候就放出了话，这些话其实是呢，是那个量子能源研究公司，就是这个李世培他那个家机构他说的。那么李世培他自己也说，我们是一家公司，不是一家研究所，我们必须快速盈利。所以呢，他现在呢，就是说，我们如果仅仅是以一个单纯看待大学教授的角度来看，他有些事情做的好像是有点过分，比如说他是否隐瞒了一些关键的研究。因为就是像我们昨天说的一样，马斯克从来就不注册最核心的专利，为什么呢？他知道专利保护不了他的知识产权。你 SpaceX 你每天可以看视频 4K 的，你仿造全世界的这些强国都试图仿造，但是呢到现在为止还最细的还比我这胳膊稍微长一点的火箭才造出来，是吧？所以现在呢他们是作为一个企业来运作这个事儿的话呢，他们的很多做法在我们眼里边看起来也可以理解
那现在这个事儿呢，就是还在子弹还在飞很多人呢，包括美国的一些主流科学家认为你这个论文简直不值一驳，你就是民科我都懒得再做一遍，我做一遍都有点对我有侮辱，是吧？这里边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自己的看法，比如说对韩国的歧视，是吧？这是有的包括我们身边的，包括我个人的有一些个别事情，可能都有你自己先入为主的看法所以这里边就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呢，对于这件事的思考我们也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假如说这项技术真的在韩国出现了，你觉得韩国能保护住他自己的这个科研成果吗？难是吧？如果在中国是有可能的这个人会获得名利呢，会被相关的利益团体所瓜分。在美国是不是在美国可能就另说了这个也有它的这个特点。所以现在呢到底是因为这个技术关系重大，利益重大，所以他舍不得公开，从2020年开始注册专利到现在已经3年了，还是因为他就是心里没底，不敢公开？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们说了这个快半小时了，实际上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我们每天都盯着它看看这个 LK99 到底是真是假。那好的，关于韩国史文超导的研究跟大家聊到这儿，你有什么想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特别感谢那些关注、留言、点赞、分享的朋友，也希望如果您是这个业内人士或者对这个知识比较明白的，给我们在评论里边多讲讲指出我的这个不足。再会，拜拜。